少奶奶，哎，你不能进六传厅啊！为什么？我们老爷正在见一个重要的客人。我知道图尔丹嘛，我朋友。哎，不能进啊，少奶奶。二爷四爷有话说，你以后不能进六传厅了。这是什么混账话呀！佟老板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四弟吴卫全，吴家的中院归他掌管。涂老板幸会。幸会。周颖呢？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啊，周颖已经不是吴家的大当家了。不是大当家，还不能见人吗？哦，那倒不是，只是他的身份不宜抛头露面。是。我已经走了几千里路，就为见他而来。唉，他却躲着不见面。不让我进，我还偏要进。不能进，不能进！真不让进！拦住他！你给我拿来吧你！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账本，不让我进啊！那我就一不小心扔水缸里了。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行，二爷四爷传令，请东院少奶奶到六传厅见客。这让我进，我还偏不进了。图尔丹，我在这儿。哎，周隐，一日不见，像个秋天。哎，图尔丹！哎呀，好像是几百年没有见到你们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见你。那我们进去聊吧。哎，别，我没资格进那个厅。我们就在这儿聊吧，正好晒晒太阳。来，坐。好，请。哎呀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最早明年才会来。哎，是的。但是我对我自己说，我必须早日去陕西，去泾阳，我要去看周隐。所以我就把我其他的事全部推后，提前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跟你商量。哎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说了算。真的？当然。哎，那如果我要让你花很多银子呢？我的银子你随便花。说定了。说定了。但是周隐，我刚听说你不是吴家大当家了吗？啊，是。我都是冲着你，所以才把所有的生意都给你们吴家。所以如果你不管事了，哎，我可有点不放心。哎，其实我吧，我经常也……涂老板是这样，周莹呢，她不是不管事，只是管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。但是你的生意还是归她照看的。嗯，好，那行。我们一起来敬涂老板啊！欢迎，谢谢，好，欢迎！哎，涂老板，来，涂老板，这一次来我们泾阳，打算停留几日啊？谢谢。我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而来。如果成功了，多留几日；如果不成，马上就走了。不知涂老板是什么事儿啊？不妨说出来，也许我们吴家还能帮上忙呢。是啊，你愿意帮忙吗？愿意啊。可一定要说话算数。哎呀，这一点你放心，我们情商说话向来算数。是的。那我可就说了，
周莹，这次我到泾阳是专程为你而来。为我而来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还没有娶妻，你可愿意嫁给我吗？哼哼，抬上来。周莹，你来。二哥，这这2万两黄金是我的诚意。你不是说你没见过真正的薛莲吗？这朵薛莲是我亲自去天山顶上为你采摘的。就为我一句话？不，为我对你的一片心。老四来了。涂老板，这里面可能有误会，你还不知道周莹的身份吧？她是我们吴家的寡妇。我知道，她的丈夫很久前已经去世了。知道你还……但是现在她没有丈夫，我也可以做她的丈夫。这简直礼仪尽废，毫无廉耻。周莹，你嫁给我吧。我现在脑子很乱。福来，给我酒。快！涂老板，你请回吧。吴老板，不是你刚才说愿意帮忙的吗？请你帮我劝劝周莹。二哥，你真要帮他？我哪知道他让我帮的是这忙啊！我知道，这是件大事，你不需要马上回答我。反正我在泾阳还要待上几天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幸福和开心。我要想想。那我就等着你回答我。酒喝够了，话说完了，我走了。把这臭东西给我拿走！老四，二哥，应该立刻把他赶走。老四，我们吴家的生意全靠涂二蛋，千万不能随便得罪。得罪了又怎么样？二哥，你看看，你们几个听好，刚才的事情一律不许外传，都散了吧。王世军，你过来。二爷，找几个人把这金子看好。是。周莹啊，你们也先回吧。刚才的事情怎么处理，我们回头商量。走。
你是怎么打算的？你觉着呢？答应他呀。为什么呀？一出手就是2万两黄金，那比沈家可有钱呐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你还是想把我给卖了。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好，咱就说这朵花，人家爬了这么高的山把它摘下来，又大费周折带到泾阳，就这片心也不容易啊。人财两得，这是多美的事儿啊！四叔少奶奶，宴席这么早就散了？啊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别动，这是图尔丹的一颗心。这事儿，周莹的态度呢？他既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夫人，这事儿非同小可，你得赶紧找二爷、四爷好好合计一下。这臭钱的耀武扬威的，到了趟迪化啊，给我招蜂惹蝶的，把老吴家的脸都丢尽了。钱谁办呀？但也不能为了钱不要脸。让我说，就该一顿乱锅把他打出去，还客客气气把他送走。老爷啊，又骂谁呢？都骂。要我说呀，你骂也白骂。周莹啊，真要是想嫁人，你们谁也拦不住。哎，嫁谁嫁谁去，还真以为老吴家没人了。我说老爷，我说句实话，人家周莹把生意做成这样，已经对得起你们老吴家了。她真要是想改嫁呀，反正我是说不出一个不字来。愚昧村夫，愚昧村夫！你干啥去啊？找二哥。真是个老倔头子。那还了得呀！周莹如果有节操，那就应该当场拒绝。可他偏偏含糊其辞，让图尔丹继续存有念想。周莹也不是名门杰女，只不过是一个江湖艺人出身。前几天还和一个从善的戏子拜了姐妹，还谈什么节操？老爷，东院夫人来了。大嫂啊，老二，老二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大嫂啊，你别着急，我正在想办法啊。你请坐。哎，要不你跟老四发个话，跟那图尔丹断绝往来，再也不准他上门。哎呀，这恐怕不行。现在吴家的生意全部仰仗图尔丹。哎，你想挣人家的银子，人家可惦记着你的人呀。如果你大哥还在，绝不会让人家这样欺负。大嫂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一个妥善的办法，既让图尔丹打消这个荒唐的念头，也不至于得罪他。二哥嫂，哟，大太太。哎，老四，你要给我们东院做主。哎，你放心，啊，大不了跟这个图尔丹咱们一拍两散。老四，你别动不动就说这话。如果真和图尔丹散伙，我们三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二哥，你怕得罪图尔丹，我可不怕啊！我不是怕，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。而且这件事情的关键不在图尔丹，而在周莹。对呀，只要周莹的心定了，那图尔丹就是搬一个金山来，也没有用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再跟周莹谈谈这个守节的道理。和周莹谈守节没用。不过周莹对吴聘倒是情深意重，也许从这个角度能让他有所醒悟。毕竟吴聘也走了好几年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先弄清楚
周莹是怎么想的。无一不是和周莹挺要好的吗？这样，让我女儿去探探她的口气。哎，这行。易小姐，哼。哼，我听说了，嫂子。哟，你也来了。春杏，拿些茶来。你会离开吴家吗？哎呀，我现在心里乱得很。你真的要嫁给那个图尔丹吗？我一直把他当朋友，当生意搭档，我从没想过嫁给他。那就好了，那你还乱什么？可这是2万两黄金，就是20万两白银。有了这些钱，我那机器织布局就可以办起来了。一个机器织布局，难道比你一辈子的幸福更重要吗？我们作为女人已经够苦的了，如果嫁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过一辈子的话，那还不如去死呢。你呀，你是我的妹妹，我当然不愿意你守一辈子的寡，所以呢，我支持你去找男人，但是要找的话，要找一个自己爱的。如果不爱，别说是黄金万两，哪怕把金山送给你，你都不能嫁。不嫁？不嫁啊。但是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把他抓住。怎么抓？你要抓谁啊？哎，伊小姐啊，你就算了吧，就乖乖等着你爹娘把你塞进花轿。你呀，不像我们这种女人，天天想着怎么把男人抓住。哟，易妹妹，你这怎么了？你有什么心事，你告诉我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。高陵冷家托人到我们家来提亲。哦，就冷家那个老大？好像是，可我从来就没见过他。我倒是见过一次，跟他们家谈生意的时候，人还不错，相貌堂堂，人也正直。不，我不喜欢他。你都没见过，凭什么说不喜欢？很简单啊，他心里有另外一个男人。千红说的对吗？你告诉我，你喜欢谁了？你知道？我知道。他救过我。赵大人，他不好吗？好，很好，就是太古板了。他呢？他对你呢？大哥问过，但他忙什么织布局，现在无心婚配。易妹妹，我倒是有办法可以帮你。